好，梁文杰陆委会副主委啊，他事先也去了哈，但是呢，今天他们这个共事的会场他并没有出现，所以在遥控啊，但是呢，他有现身金门殡仪馆，向死者致敬哈。他说两岸协商过程跟内容哦，他说呢，这个海巡署虽然是正当执法，总是有意外的，所以对家属的关怀，海巡署的态度始终如一的啊。那另外呢，这个主要就卡在面子了哦。那管碧玲说他有3招，第一个呢就是人道优先，死者为大；第二个呢，这个他原来这个国台办骂他很冷血的时候呢，他还到金门哦去在这个罹难者这个灵前致意啊。那第三呢，就是呢他文字共识的文字他有修正，大家都可以接受啊，都可以接受，都可以满意啊。那另外呢，我刚刚讲过，大陆学者说了哈，不是特例，它包括最近对菲律宾、对莫斯科、对北韩，好像大陆态度都放低了啊。可能他现在觉得也不想在外面都是战狼的形象啊。陈义珍说，他8月要到大陆接回留置的弧形钓客，这倒霉。哎，退役就等退役吧，他去钓鱼钓到海里面去。大陆捞起来，非现役军人放了，他是个现役军人，是个士官好像还是兵，就留在大陆了。就说你就很奇怪，君子一点问题，这样两岸这样的关系要找麻烦都可以找嘛，就一直把他留起来。不过他好像重了7公斤，重8公斤，重了8公斤，去上个月底啊，再经过1个月，我看起码10公斤了。每天那边对不对？就吃啊，没事干了等等哈。那另外呢？说他也很衰了啊，还被钓个鱼啊，被大陆关4个月啊。那学者是说呢，张五岳了，是说各自找到台阶啊，大家都下台了。那另外呢，大届满88号传东说，政府也没给我们消息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哦，船还被扣押哦。交通部说希望呢，大陆开放一部分的旅客呢到金马去旅游了啊，希望能够赶快啊。从这边开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大陆学者讲说，最近就北京对各国的都采取低姿势啊，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失言啊。我不管什么原因，你那个改变姿态，这个是国与国的关系啊，你怎么拿来跟金厦海面的撞船事件相比？这个不是国与国关系啊，你站在北京的立场，这是国内事件啊。胡说八道！你马上你完蛋了你！学者还好了，来吧，那学者这个就不是以北京的立场，这就是不是没有学养的学者了嘛？那为什么这个显然这个事件怎么忽然之间这么很快就急转直下？最近有人讲说是美国施压了哈，我不相信了，美国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施压。我觉得老共是希望结束，那我们更想要结束，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处理的过程，现在这种结束的方法，我们是没有面子。那我们的立场是这个民主还够掉想要紧啊，我们是认为够不掉啊，但是他认为自己够掉的话，反正透明质干嘛哈。那这个东西是两边。大概多少都有错误，显然我们的错比较大，要不然你不需要道歉啊、赔款啊，什么都通通都来了，就是我们错误比较大，你认了就好嘛。为什么老公改变态度？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老公晓得金厦海面不同于台海，金厦海面发生的事情跟台湾中央无关了，金厦海面发生的事情跟台独无关了，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情也跟美国无关了。所以呢，他一旦放软，这个处理起来就非常简单。所以你不能说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华人同样的事情，你真的愿意解决的话，就非常容易。不一样啊，这件事情老共看起来是跟整个你说我飞机照样还要飞啊，金门事件解决了，我飞机可以不飞吗？照样飞，因为我在台海上面飞这个飞机啊。不但是给你看的，还是给老美看的，所以呢，我讲军舰也来绕，飞机也来绕，这个变成是一个舞台或者是一个平台，给老共喜欢就表演了。人讲蒙拉讲洗裤，伊是蒙拉一边洗3领裤，你知不知？洗好
台湾人看，说给美国人看，说给家己的军队看，本色三两口啊！所以反正我跟你讲，台湾的执政当局，长远来讲，在这一方面的智慧，就是万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处理的方法、跟态度、跟说法，尤其是说法很有问题，要好好准备啊！这个智库不够，磨层不够，程度太差了。来，嘉宇。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和平落幕，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毕竟就是说，双方借由这次事件，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沟通协商的管道，那对于台湾来讲，也展现了我们民进党的这个一个弹性嘛。刚刚所讲不管人道人权的优先在这次事件里面，大家所看到的，双方还是愿意把这个过去所坚持的这些都放下，然后呢，先把这个事情能够处理好，能够圆满。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代表着说，双方都是以这个人道人权为优先嘛。那这个事情对于台湾来讲，对于海巡署来讲，包括管碧玲，包括梁文杰，其实他们也多次私下的去，不管是会见这个家属，或者是去亲自的去鞠躬啊等等，那都可以展现到我们的诚意。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未来在两岸的沟通上面，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这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一发生以后就诚实讲，不要变来变去，开始说他蛇行跑了，自己翻船了。他如果都死光了，你这样讲你就罢了。他有活的啊，他说我们不是这样啊，他有活口在那里啊，对不对？那他说不是这样，那就来查，那就来验证吗？那就看录影带。他说没有带子，然后又说撞了一下子，后来又说撞了好几下子，就变来变去才会变得。本来是他没有道理啊，他真的跑到我们这边来嘛？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可能变成我们有一点这个拿不出这个证据啊，有一点理亏，就死了2个人，就变成这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把事情讲清楚，不要想要闪躲，不要想要遮蔽，是最好的方式了。季凯，这事情拖太久了，从2月14号都要农历年刚过完没多久，现在都要快要中秋，你看拖了多久？我了解这样，我追了几次去追陆委会跟追海基会，我觉得我们这边是有准备要解决的。可是管碧玲那边看起来态度比较硬了，就是管碧玲那边是比较硬。那后来我的了解就是说，看起来大陆那边也释出了某些的这个善意，包括你查起来不知道，本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大陆是很硬的，不只是赖清德去讲这个两岸互不隶属这个事情，连梁文杰都跟得出来讲。那我就特别在立法院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跟邱垂正讲的是两岸关系哦。结果你已经自己他去接受广播，他自己讲到已经是讲到2国了。但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边是2个不一样的这个国家。我说那你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为准的？他当场他就修正了，他就说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是两岸。所以我就追着他讲说，你要很明确的，现在不要让他接着说好像赖清德跟以前的梁文杰是一国的，然后蔡英文跟这个邱垂正又是一国的。可是当场他就修正了。我是记得说，后来我在跟他聊，我也发现说，事实上。民进党这个对这个大陆那边呢，没有像外界想象那么硬。实际上他有好几个，就是说可能是有黑白脸这个扮演。那另外一方面，他碰到比较硬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再收回去一点点。就从梁文杰那个回答是一个很明确的改变。那第二个，后来这段时间，包括跟罗文嘉他们在聊，就在两岸的沟通上面，他们是有做某些的这个着力点的。你看这一次这个共识里面，你看这次虽然就是没有很明确的去道歉，可是大陆那边要的。第一个，他现在没办法要到真相嘛，对不对？可是他要的，不管是这个抚慰金、这个金钱的这部分，还有道歉的部分，算是比较技术性的，理智都给了中国大陆了嘛。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适度的一个善意了。就刚刚嘉怡讲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新的开始。那他没有错，另外也有一个观点，就是也要观察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确实态度是比较软的，他们以前也都很硬啊。这个对我们的，你看，不只是飞机一直飞过来，他对国际上，你刚刚讲北韩或者是菲律宾的时候，这段时间在跟我们的互动上，感觉是有好的开始。我倒觉得这段时间就变成一个新的开始了。这钓客能不能回来，我不晓得。他胖了8公斤多，对不对？预生陈立生讲了第3次说要去把他接回来了，会不会接不回来？我觉得可能变数还有了。不过现在看起来两岸的关系是有往比较好的方向在走。大陆说接回去干什么呢？在我们这边好得很啊！你看吃的白胖胖的，休息了，搞不好真的会还要再吃。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
好，我们的国防预算越变越多哈，明年呢，这个一般的预算加上特别预算，可能要6300亿啊。国防部说，哎呀，我们因为军购啦，在付款啊，高峰期了，我们200亿美金买美国的武器，钱去了，武器还没来呢，这账子不算一下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就讲嘛，高额的军购现金都留在美国，而且美国还拒绝我们用信用状取代合约啊，所以我们这样能不能不要准备金了？我们那么多钱压在那个地方啊，你还叫我们付现金，啊？那而且我们说我们不损及美方权益，几个军购国一致性做法，所以呢，这个美国不同意啊，美国用这个做理由，说我们对你这样对其他国家怎么办？哦，海军现在超过主力舰的一半，修护没有按照期程，就是我预备7月就也没按照期程，可能拖到8、9月，然后进去后本来预备3个月修好，3个月也修不好，哦，所以呢。这个蛮辛苦的，但是军方讲说，你这大官是不食肉糜啊！老共现在舰天天跑来，我们只看到飞机啊，舰我们那个舰也是经常要出动啊，而且舰很惨呐、我这了解啊，我问过海军啊，老共说大船呐、我们都小船呐、哦，然后也不能怎样，喊个话驱离人家不理你，那这小船上你不能靠太近了，奔波很对啊，对不稳，奔波也很那个颠簸也很辛苦啊，哦，所以他常常要出海啊。哦，哪有时间去修呢？哦，所以官兵说这些长官哦，就是何不食肉糜？因为中共军演要频频出勤，要频频出动啊、哦。那另外呢，海军说我们现在是配合任务调整，装备可以维持稳定性，堪用，要打仗还可打啊，这个意思啊，好吧？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审计部昨天是讲未来5年哈、政府财政是入不敷出的，哦。钱每年都要负债，了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军费的问题。不论是超低空掠海飞行，还是大坡度转弯，中共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操演多项飞行训练，大秀肌肉，弄得台海周边不平静。29号到30号共14架次攻击，9艘共舰扰台，其中7架攻击逾越台海中线。而为因应中共对台情势威胁，赖政府首次编列预算，传出国防预算4600亿元，若含特别预算和特种基金，将高达6300亿元，增幅5%。创新高。那明年适逢军事投资付款的一个相对的高峰期，所以说114年度的预算需求一定是比113年度来得高。那行政院科政审议当中，但就在赖政府准备交出第1份总预算案之际，审计部同时也示警，政府财政长期来看恐怕面临压力，因为去年蔡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出炉，债务6兆多亿元，约占 GDP 27.66%，也推估未来5年财政恐怕入不敷出，就被在野质疑，去年蔡政府告诉国人超征税收要还税于民，普发现金6000，如今却又示警，难道是在选举买票？真的造成财政负担，是因为预算太过腐烂。不但蔡政府他编列特别预算，事实上现在的赖政府也会有样学样。例如像前届7个前届，他们就决定要一次编逐，这当然一定又会采取特别预算。赖政府编列的预算有没有每笔都花在刀口上？接下来立院开议，进入预算会期，想必蔡也肯定精打细算。政委，我在想说，今年我们的国防预算哦，加上谢谢特种基金哈，然后再加上特别预算，总共是6068亿了哈。那到明年预计到6300亿，大概增加5%哈。那在过程当中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官方的说法说，因为明年其实是我们付那个买军备的高峰期这个部分哈，那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其实是12K 的部分，好，就是空中预警机的部分。那因为台湾现在有了空中预警机哦，其实到2027年，其实就没有办法再得到美国方面的资源的一个维护哈，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买到12D 的部分哈。那12D 的部分，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曾经报过一次价格哈，当时报了
个6台哈，那大概需要23.6亿美元哈。那就当时呢，我们其实就没有决定要不要买哈。那结果后来他就说，如果说我们在到24年之后才决定的时候，当时的说法是说，我们可能到时候就要翻倍。预算要翻倍，翻1倍上去。那现在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状态，就说，因为现在日本他们准备要买5台，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跟着日本他们一起来团购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费用再维持低一点。那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延长到2026年才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台湾的国防预算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看到它开始往下降，它可能还是要维持一个高峰的一个部分。那审计部这边的时候，对于整个海军这边在讲说，我们的主战舰26艘主战舰里面有14艘都没有按照时间去进行维护。那结果他就讲说，官兵就在讲说，海军官兵就讲说因为是大陆这边一直来，我们一直要出气，根本没有时间去维护这个部分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一个状态，就是说，因为两岸关系不够友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不只是空军他们一直在绕台，海军他们也是一样的状态，所以在台湾来说，空军、海军都碰到很大的一个消耗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消耗情况撑久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战力来说，一定是会有所折损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我们现在国防部所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季凯，国防，我记得我们在立法院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提说，我们的国防有2部分要做。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两岸是和平的，有两岸这个和平红利嘛，对不对？像连美国都这样，你看美国有段时间它的经济很好，就是因为它美俄的这个冷战结束之后，所以那时候包括那个奥巴马。那个不是克林顿，他记不记得？克林顿那时候发生了某些绯闻，他的那个民众对他都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整个经济是好的，所以他认为说有没有可能在两岸有所谓的两岸的这个红利？结果那时候台湾曾经有过是什么时候？马英九啊，马英九时代那时候的我们的军备基本上就是说比较竞争没那么严重，所以我们那个整个经过的预算是往下走的。可是最近你去看最近这8年就逐步又上升了。现在我很严重的就是又到了一个高峰期。那我要讲，今年虽然增加到3兆。那可是我们这个军备一直在这样下去，然后两岸又越来越紧张，它就变成一个无底洞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检讨的不是只有说钱花多少的问题，如果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安全，那问题又越来越多，对台湾真的是好的吗？基本上就是因为两岸今天这个不和平嘛，然后呢这个危机升高嘛，那好像感觉大家都说还有危险，那么就说你这个钱不够，你要再多编预算，就变成老美逼你嘛。那你就被逼的编预算要干嘛呢？就买美国武器啊！现在最麻烦，是川普都已经，当然这川普会不会当选不晓得。你保护费啊，川普已经开口他保护费，他在当选的，他上次的时候，他是直接要南韩增加非常多，他直接开口。那他现在又开口了，我们要增加多少？那更严重，再给我补充一下，现在不是只有金额提升的问题，我在强调是说，我们目前买过来买的武器，你刚讲现金放在那边，对不对？第一个买回来的，审计部直接跟你讲。你的维修费用，主要战舰维修费用，连这个都不够，没办法做。那你买回来做什么？战机也是这样子啊，战机买回来之后，你的那个飞行员本身也不够啊，所以你花的钱是多的，花了钱以后又没办法维护自己安全，这才是最大问题。他只管买了，他不管那个维护了，因为维护也很多钱啊，维护再说了，反正先买再说了。老沈，徐凯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让你难堪啦。你刚才讲的那个我都同意，但是为什么民众党主张国防经费调高到3%呢？对不对？为什么是3%？现在是2.5%，增加2.5%的5%乘1.05啊，也不会是3%啊。为什么你们要3%？已经有一个前提了，已经是希望说它是全部就国内生产跟国内采购了。我跟你讲，回到贺锦丽好了。我跟你讲，川普就讲我当选，以哈战争停止，俄乌战争马上停止，他吹牛啊。我讲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贺锦丽为什么要去帮他助选站台呢？贺锦丽应该讲说，我当选了，全球军费普遍减50%，然后给这些铁锈地带受苦受难的白人的底层居民说，省下来的军费拿回到国内，改善你们的医院，改善你们的教育，改善我们落后需要重新翻身翻修的传统产业。阿姆太有票，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减一半的话，还会打仗吗？对不对？现在美国跟老共的军费是8:5， 8减半是4啊，老共的3不是5，3
是1.5啊，你还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啊。这些钱又有债务那么重，那百姓又民不聊生，为什么军会花那么多？哦，那我昨天聚餐的时候跟一个我的朋友，你也认识啊，你都去那边打疫苗的那个廖云章医师啊，那小儿科医生啊，他说巴德路，对他的内幕消息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内幕啊，前半年我们台湾的婴儿出生率啊，创有史以来最低，非常低，大概我们今年加起来恐怕不到12万啊。所以呢，我们最多的时候42万。对，我回来那一年还有36万啊。那你看我们要花15年去建构八艘潜舰，15年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开潜舰了，因为没小孩啊，对不对？那习近平说我25年不倒台湾，我不会上当。25年后怎么办呢？你也不用担心，我们台湾连倒垃圾都没有人收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国防经费，就苏东启开讲的，不是数目的问题啊，是你这么长远的时间没有马上要打，我们需要坦克在沙滩上奔波吗？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为什么要坦克这样跑来跑去，那莫名其妙。因为美国老大哥说你就要，美国人是假想，台海战争以后跟苏联打乌克兰一样，哇，坦克大决战，所以台湾也要坦克。他没想到乌克兰土地是台湾的20倍大嘛，对不对？那么大一个腹地，台湾2/3是山，你叫那些扯来扯去的老美，真的到台湾认真看一看，台湾一上岸没多久就是城市，就城市那个腹地是很短的嘛。你讲一些东西都是不切实际的啦，光叫我们花钱买，再买，休息一下回来。